马仕什么颜色保值呢？这个话题想必大家也看了不少分析了。那说来说去呢，无非就是那几个金刚色、人气色，还有部分的新色。但要说到什么颜色保值性差，那爱马仕呢，几百种颜色中一半以上的都要阵亡。那挑选颜色的时候呢，到底如何避坑？那今天小马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颜色是如何影响你选择的。那什么样的颜色大家不爱买？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一起看看爱马仕保值性好的颜色，那都有哪些规律呢？那最经典的保值色，也就是三大万年金刚色，那黑色、金棕色还有大象灰色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奶昔白、樱花粉也是可以长久保值的。那它们保值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因为人气高。那人气高的原因呢，小马总结下来大概有2个点。那第一呢，这些颜色百搭而且不抢眼。那无论跟什么衣服搭配呢，它们都不会突兀，都不会喧宾夺主。那百搭呢，就肯定有人气，那有人气呢就保值，那很简单的道理。同理，跟它们近似的几个颜色呢，那比如说是太妃金，然后枫衣灰，还有冰川白等等，那也都是保值性很好的。那受欢迎的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它们都是属于大家印象中比较积极向上的颜色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，那当你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其实马上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联想。那比如看到黑色就会想到高贵，那看到金棕色呢就会想到富裕，那看到奶昔白呢就会想到清纯，那看到樱花粉呢就会想到温柔和青春。那所以如果一个颜色能让你产生积极向上的联想，那它很容易呢就会成为受欢迎的颜色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保值色的规律，再来对比一下不保值的颜色都有什么规律。那小马也总结了以下4种颜色，相对来说呢，受欢迎的程度会比较低，保值性也比较低。那第一种难以描述的颜色，那如果你遇到一个颜色，你的第一反应是，看着像绿色，看着又像蓝色，那说不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。那一看名字，孔雀蓝，但这也不像孔雀的颜色吧？那如果有这样一种疑惑，而且你也并不觉得它有多好看，那不用多想了，这8成不会是很受欢迎的颜色。那爱马仕数百种颜色，连名字都取不过来，像什么杏仁粉啊、波罗的海蓝啊这一类，乍一听名字就都猜不出这到底是什么颜色。那大部分的颜色呢，都是2、3种颜色混调出来的，所以出现了很多可黑可紫，那可蓝可绿，那真的是很难形容出来的颜色。那所以呢，除非你本人喜欢，否则呢，如果有的选的话，最好还是避免这种不正的颜色。那它们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小众的，保值性也没有那么好。那第2种不保值的颜色就是高饱和度、高亮度的颜色。那其中最典型的呢就是荧光色系。那比如说今年的新色玫瑰紫，还有之前的薄荷绿，然后柠檬黄这些，那一眼看上去呢是很扎眼。那不仅不好搭配，而且很多人呢也觉得这类颜色呢是不太耐看的。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哈，大家可以看看屏幕上出现的这2组颜色。那 A 组的饱和度呢和亮度都是非常高的，那 B 组的呢是比较低的。大家看着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 A 组的色彩很快让你视觉疲劳不想看了？那相反的 B 组的颜色呢却可以看很久。所以呢，这种亮度和饱和度高的颜色呢，会不如低的看起来舒适耐看。这也是为什么纯白不如奶昔白受欢迎，玫粉色不如樱花粉色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那还有一个饱和度和亮度都是非常高的颜色，也是值得一提的，那就是爱马仕经典的橘色。那虽然它很经典，但是没有什么人气。橘色呢是典型的暖色调，所以会显得人皮肤很黄，然后气色呢很暗沉。其实呢，所有带荧光感的颜色呢都存在这个问题，就是会把人的肤色呢显得格外的突出。那白的更白，黄的更黄，黑的就更发光。所以很多白人和黑人呢会喜欢这种颜色，但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就很难驾驭它们。而且荧光色呢
会让人觉得不高级。你想想看，那你一般在什么地方会容易看到这种荧光色呢？那是不是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？发达国家呢，比如说像英国呀、日本啊，都更流行一些比较低调沉稳的颜色。所以从大家的印象上来说，越克制、越低调的色系呢，越彰显高级感。而越张扬、越耀眼的色系呢，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俗气。那这样色系的保值性呢，自然是比较差的。那第三种不保值的颜色就是不讨喜的颜色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蓝色，它是非常经典的冷色调。那虽然看起来呢会很显得气质，但会让人有一种高冷疏离的感觉，看着就不太快乐。那蓝色呢，本来就是一种会制造距离感的颜色。那比如说像有毒的蘑菇、有毒的动物，就连白雪公主里皇后做毒苹果的时候用的毒药都是蓝色的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蓝色，尤其是亮蓝色的东西，你会觉得它在那儿提醒你，哦，离我远点哈，我不是善茬，请保持距离。那第二个颜色呢，它就是紫色。那紫色呢是蓝色和红色混合而成的中性色，给人一种神秘感，但也因为让人觉得陌生不好接近。那有很多人呢不喜欢紫色，因为它呢不常出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反而经常出现在一些相对负面的灵异的色彩的场景当中。那比如说塔罗牌占卜、巫术等。所以紫色呢不仅让人有陌生感，还带有一种灵异的气质。你看今天小马拿这个紫色的包，有没有想让我给你占卜一卦的感觉？那接下来呢，第三个颜色呢就是红色。那按理说呢，红色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庆的颜色，那应该是很讨喜才对。但事实上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红色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警示，那以及一种强烈的情绪。那比如宣示权威或者表达愤怒，所以呢会让人产生戒备心，让人觉得气场有点过强。那所以红色的包呢，其实很难驾驭，自然人气也不是很高，保值性也是比较差的。第四种不保值的颜色呢，就是老气沉闷的颜色。那最典型的代表呢，小马个人觉得是咖色系。那咖色呢，跟橘色一样，也是暖色调，但它格外的暗沉，显得有点压抑沉闷。那同时咖色呢，会经常跟老旧的事物产生联系。那比如说像古树呀，还有破旧的木屋啊，甚至连脸上的色斑皱纹等都是咖色系的。那自然呢会让人产生负面的情绪，觉得这个颜色有一点老气。那所以咖色系呢，你别看有点是接近棕色，那保值性来讲呢，跟棕色却是有不小的距离的。那当然呢，刚刚小马介绍的这些不人气，所谓的不人气的颜色呢，都是针对于亚洲国家来讲的。但是很多欧美的国家呢，反而像蓝色、红色、橘色、咖色都是非常人气的颜色。那除了刚刚这4种保值性差的色系之外呢，小马也建议大家购买以下2种包包的时候，还是需要谨慎一些，因为它们价格很高，但是保值性非常的难说。那第一种就是人气色的鳄鱼皮包包。那比如说近几年在鳄鱼皮上的人气色，像 R9 嫩芽绿，然后 M9 金盏花黄，话题度挺高的。那现在出手的话呢，价格也是很好的，能跟黑色的鳄鱼皮的价钱是差不多的。但黑色的鳄鱼皮不一样的是，它人气度一直都会很高，所以是相当保值的。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人气色呢，虽然它话题度是很高的，但在二手市场上的人气呢，并不是特别的高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在二手市场上呢，很可能会供过于求，价格呢，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如果你在乎鳄鱼皮包包的保值性的话呢，小马会建议你还是入金刚色会更稳妥一些。那第二种需要谨慎入的包包，就是撞色款特别定制。那很多朋友呢，拿到特别定制的名额呢，肯定会特别的兴奋，特别的高兴。那一兴奋呢，就会脑洞大开，把当下的人气色呢选出来一顿撞。那比如说大红配大绿，然后艳粉配亮蓝，然后真的，除非你有自信，爱它一辈子，或者你不在乎亏损，否则呢，选色的时候真的要稍微谨慎一些。那并不是用人气色拼出来的就可以保值。那以小马的经验呢，用白色系拼任何的金刚色都是最为稳妥的。
那比如说呢，像这种黑白熊猫色的拼色，那如果你喜欢彩色的话呢，那也可以像这种奶昔白拼一个彩色也是 OK 的。那比如说呢，白配淡粉或者是淡绿这样的，那也一定会比颜色鲜艳的撞色会保值多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小马总结出来的不保值的爱马仕的颜色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踩过颜色的坑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